他年少成名，他来自挪威小镇的将门之子。他在本赛季才降落英超，便立即掀起了一阵进球旋风。他没有 C 罗那么多花哨的炫技，也没有贝克汉姆的姣好容貌，但他就是能用一个个进球征服英超球迷的心。曾经执教过他的主帅直言过，他最可怕的不是天赋，而是他的职业素养。他在本赛季35场比赛打进36球，破英超纪录，连续3个主场帽子戏法等等。相信这显然不是他的极限。这样一位不断挑战人类想象力的超新星，到底是如何养成的？他会否成为梅西、C 罗之后的新一代纪录粉碎机？大家好，我是有一点像埃尔林的伊利。今天我们来谈谈曼城的新进球武器哈兰德。2000年7月21日，埃尔林·哈兰德在英格兰利兹诞生。哈兰德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阿尔菲·哈兰德正效力于英超球队利兹联。没错，埃尔林·哈兰德的父亲正是那位在英超效力多年的老哈兰德。他与曼联传奇基恩曾有过一段漫长的恩怨。哈兰德的母亲同样非凡，他的母亲玛丽塔是一名田径运动员，擅长7项全能项目，并曾获得挪威全国冠军。毫不夸张地说，哈兰德的母亲在田径领域的成绩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小哈兰德生长在如此背景环境下，他的运动天赋自然不容忽视。由于多年来受到父亲的熏陶，小哈兰德在幼年时就成为了一名狂热的足球迷，长大后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踏上足球之路。2004年，老哈兰德退役并回到挪威的家乡，而小哈兰德也跟随父母移居至一个默默无闻的挪威小镇布莱恩生活。小哈兰德的足球生涯便是从这里起步。这座小镇没有什么足球传统，自2003年后，这里的球队就再也没参加过挪威顶级联赛。小哈兰德的足球时光都在布莱恩度过。事实上，布莱恩小镇的青训系统并不够完善，在哈兰德15岁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不得不与同一个社区里的其他39个孩子一起参加5人制比赛。这些孩子的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都没有成为职业球员的潜力，但哈兰德没有因此得到任何优势。原因是哈兰德在小时候的身体素质相对较弱，在身体对抗方面，他无法占据任何优势，但这也迫使哈兰德在少年时期努力锤炼自己的技术，并学会如何运用脑袋来踢球。也就是从他14岁那一年起，我们认为他应该考虑职业规划了。于是，我们开始严肃地讨论饮食、睡眠方面的问题，必须做好一切来帮助他恢复。哈兰德的启蒙教练贝恩特森说道。哈兰德非常自律和注重教练和他父亲为他制定的日常营养和睡眠计划，这使得他在接下来的2年内身高增长了17厘米，体重增加了10公斤。他的身体发育速度惊人，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身体素质，同时也使他的身体能够承受更强大的对抗能力。在哈兰德的启蒙教练贝恩特森眼中，这一切早已显露端倪。他从未见过像哈兰德这样充满胜利欲望的人。他在如此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赢家的心态，不满足于平庸，讨厌失败，不断追求进步。哈兰德从5岁开始就在家乡俱乐部拜尼的青训营学习。他在预备队的14场比赛中打进了18球，引起了一线队主帅拉尔森的关注。于2016年5月12日，在挪威甲级联赛第7轮对阵云西姆的比赛中，哈兰德在第69分钟登场，完成了他职业生涯的首秀。这场比赛给了当时的莫尔德主帅索尔斯克亚深刻的印象。2015年9月，一场挪威 U15 队对阵瑞典 U15 队的比赛中，哈兰德的表现引起了来自挪超球队莫尔德的球探的注意。哈兰德在2场面对瑞典队的比赛中共打入4个进球。然而在2016赛季，布莱恩最终排名第14，遗憾地降级了。2017年2月，挪超球会莫尔德宣布签下哈兰德，并随队参加挪威足球超级联赛。2018年7月1日，在挪超联赛第15轮的比赛中，莫尔德以4比0战胜白兰恩。哈兰德在第4分钟、13分钟、15分钟和21分钟攻入了4个进球，完成了他职业生涯的首次大四喜。比赛结束后，莫尔德主帅索尔斯克亚透露，已经多次拒绝其他球会对哈兰德的报价。在2018赛季，哈兰德代表莫尔德出场30次，打入16球，并贡献了5次助攻，他因此获得了赛季最佳突破奖。而莫尔德也在那个赛季再次获得了挪超的亚军。凭借着在莫尔德出色的表现，在2019年1月，奥地利超级联赛球会萨尔茨堡红牛官宣以500万签下哈兰德。刚加盟球队的哈兰德在初期并没有获得太多的上场机会，他仅仅代表球队出场5次，打入1球。然而，
萨尔茨堡在2018到2019赛季表现出色，夺得了奥地利超级联赛冠军和奥地利杯冠军。2019年5月30日，哈兰德在2019年国际足总 U20 世界杯对阵洪都拉斯的比赛中独进9球，这是挪威 U20 史上最大比分的胜利。同时，哈兰德亦打破国际足总 U20 世界杯单场个人进球最多的纪录。尽管挪威 U20 最后未能晋级到淘汰赛，哈兰德也没能在小组赛的其余赛事取得进球，但他仍然赢得2019年国际足总 U20 世界杯的金靴奖。这一刻，哈兰德终于迎来了大爆发。虽在2019到2020赛季，18岁的哈兰德大放异彩，攻入了28粒进球，并贡献了7次助攻，其中包括5次帽子戏法。而让球迷真正认识哈兰德的时刻是在欧冠赛场上，他首次以萨尔茨堡红牛的球员身份出战欧冠比赛，率领球队以6-2的比分大胜亨克。接下来的2场欧冠比赛中，他分别在对阵利物浦的比赛中攻入1球，随后在2回合对阵由安切洛蒂执教的那不勒斯时，他共打入2球，成为史上首位在欧冠生涯的前3场比赛内攻进6球的球员。这一系列表现让他名声大噪。萨尔茨堡红牛队的前主帅马舒曾经表示，哈兰德最令人畏惧的不是他的天赋，而是他的职业素养。从天赋角度来看，哈兰德堪称足球界最杰出球员的前1%。然而，如果再加上他的心态、对于进步的执着、职业道德和无所畏惧的态度等等积极因素，这将决定他会成为足坛的新天王。毫无争议的是，哈兰德的未来绝对不只是奥地利联赛。在2019年12月29日，哈兰德以2000万欧元转会费加盟德甲球会多特蒙德，正式登陆欧洲5大联赛。哈兰德选择加盟多特蒙德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多特蒙德不仅是德甲联赛中的一支强队，也在欧洲比赛中有出色的表现。过去几个赛季，多特蒙德给予了许多年轻球员足够的锻炼机会，并帮助他们实现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于年轻球员来说非常重要。多特蒙德实际上在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哈兰德，他们与哈兰德的谈判非常诚恳和有计划性。在多特蒙德当时的球队构成中，哈兰德也有足够的发挥空间。在2020年1月8日的德甲联赛第18轮中，多特蒙德对阵奥格斯堡的比赛中，年仅19岁的哈兰德在第56分钟替补登场。令人惊叹的是，在接下来的23分钟内，他连续在第59分钟、第70分钟和第79分钟打入进球，完成了一场帽子戏法，帮助球队以5-3完成了惊人的逆转胜利。这也使他成为继奥巴梅扬之后，多特蒙德的第2位在首秀时就实现帽子戏法的球员。另外，1月25日，在德甲第19轮的比赛中，多特蒙德主场以5-1战胜科隆，哈兰德替补出场并打入2球。这一表现创造了德甲球员前2场比赛进球的纪录，同时也使他成为欧洲5大联赛历史上首位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内就打入至少5球的球员。哈兰德以他亮眼的表现向全世界证明，联赛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成为他前进的绊脚石。在2019到2020赛季中，哈兰德在萨尔斯堡红牛和多特蒙德2队共出场42次比赛，攻入惊人的44个进球，成为欧洲最高效的前锋之一。在2020到21赛季，哈兰德代表多特蒙德出战了28场德甲比赛，攻入27球并助攻8次。他帮助球队赢得了德国杯冠军，并以10个欧冠进球荣膺欧冠最佳射手，同时也被球迷选为德甲赛季最佳球员。随后在2021到22赛季，哈兰德在德国杯对战威亨威斯巴登队的首轮比赛中，上演了一场令人瞩目的帽子戏法，为他开启了新赛季的辉煌征程。5月14日，也是德甲的最后一轮比赛中，哈兰德为多特蒙德打入1粒点球，也标志着他在多特蒙德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在多特蒙德的短短2个半赛季中，哈兰德以惊人的表现征服了球迷们。他在代表球队出场89次的同时，打入了86个进球，并助攻了23次。他展现出了中锋所需的各种特质，包括精湛的射术、细腻的跑位、卓越的意识和出色的速度。即使在他加入5大联赛之前，有些人或许将他视为一时的闪光，然而仅仅2个半赛季后，哈兰德已经证明自己的实力，成为了当今世界足坛最顶尖的中锋之一。作为一名身高1.94米的中锋，哈兰德的踢球风格与传统的站桩式中锋截然不同。他并不擅长投球，也不是一个喜欢身体对抗的球员。实际上，哈兰德是一位速度极快、
盘带细腻的灵活型中锋。尽管他身高达1.94米，但他在瞬息之间的闪转腾挪和持球摆脱，让人想起许多声名赫赫的矮巧灵活前锋。他的卓越比赛大局观和瞬间爆发力，使他具备在狭小范围内左右变向，迷惑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例如，在欧冠比赛中，多特蒙德2-1击败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他就上演了纵贯敌我2个禁区的急速狂飙。尽管哈兰德年仅21岁，但他已经展现出超过同龄人的成熟和老练。赛季结束后，哈兰德即将离开多特蒙德，加盟由瓜迪奥拉执教的英超球队曼城。作为一个1.94米的中锋，他是否能适应英超高强度和超快的比赛节奏呢？自从阿圭罗退役后，英超冠军曼城一直在寻找适合的中锋人选来接替他的位置。去年，瓜迪奥拉在整个夏季都在追逐凯恩，但最终这位英格兰国脚选择留在了热刺。然而，直到2022年6月13日，曼城终于宣布与哈兰德的转会交易协议全部完成。这一次，曼城终于签下了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前锋之一。哈兰德的加盟对曼城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他被视为后阿圭罗时代的瓜什蓝月的关键拼图。2022年8月7日，英超第一轮对阵西汉姆联的比赛，哈兰德首发登场，完成自己的英超首秀，并在比赛中梅开2度，帮助球队2-0取胜。8月27日，英超第4轮，哈兰德上演自己在英超的首个帽子戏法，帮助球队在主场4-2逆转战胜水晶宫。从熟悉到适应再到征服英超，22岁的哈兰德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2023年3月15日，哈兰德在曼市与莱比锡的欧冠比赛中以惊人的表现打进了5球，帮助球队成功晋级8强。他成为历史上第3位在欧冠单场比赛中攻入5球的球员。此役过后，哈兰德出战了25场欧冠比赛，打进33球，创造了欧冠历史上最快达成30球里程碑的纪录。自从转战英超曼城后，哈兰德频频刷新进球纪录。从世青赛开始，到奥地利超级联赛，然后是德甲联赛和欧冠，再到英超联赛，哈兰德一直保持着爆棚级别的状态。他似乎从未经历过低谷，可以说这种出色的表现已经成为他的常态。岁月如梭，新一代年轻天才不断崛起。像哈兰德这样的少年天才，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梅西、C 罗、鲁尼等传奇球员的身影。或许这种成功只是一种偶然，或许哈兰德的人生历程还未经受真正的考验，但无可否认的是，本赛季他在英超联赛打进了36球，打破了英超球员单赛季进球纪录，并获得了英超冠军和英超金靴，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随着2022到23赛季欧冠决赛落下帷幕，曼城1-0战胜国米，赢得了队史的第1座欧冠奖杯，并达成了3冠王伟业。哈兰德也迎来了职业生涯最辉煌的时刻。他在为曼城效力的第1个赛季里，就交出了一份这样的成绩单：53次出场，52个进球，还有9个助攻。他除了包揽3大金靴、英超金靴、欧冠金靴以及欧洲金靴之外，还获得英超联赛最佳球员、年度最佳年轻球员等各项荣誉加身。他也成为足坛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获得赛季3冠王和3大金靴的球员，达成了即便是他的偶像 C 罗和伊布拉希莫维奇都无法实现的成就。这对于仅22岁的哈兰德来说，可谓志得意满。如此逆天的成就，让哈兰德成为金球奖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也许他人生第1座金球奖似乎近在眼前。很多人会问，他还不到23岁，究竟他的上限有多高？我们必须承认，年仅22岁的哈兰德拥有许多同龄人望尘莫及的顶级特质，然而他并非毫无缺点，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和可以改进的空间。理论上，只要哈兰德能够保持健康，他有潜力成为未来10年足坛最强的中锋之一。此外，他还有幸能在曼城拥有瓜迪奥拉这样一位完美的导师。年仅22岁的哈兰德仍然有巨大的进步空间可以发挥。中锋无疑是足球世界中最吸引人的位置。随着莱万多夫斯基、本泽马、凯恩等中锋逐渐进入职业生涯的后期，哈兰德这样的新生代中锋势必将继承他们的重任，成为未来的旗帜人物。好了，这一集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影片。如果您喜欢我们的作品，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点赞并分享我们的影片。您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期待下次再与您见面。